这次年末年始的出国旅行，我们就选择去加拿大和美国。那最主要是要去加拿大看极光。加拿大看极光的话，有个地方叫做黄刀镇。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呢？因为它很有名，所以就想要去这里看。你都已经把它讲完了。黄刀镇号称是全世界机会最高的，一年365天，号称有240天左右是看得到极光的。可以待的时间没有说很长，那就挑机会最大的地方去看看。那我们来说明一下这次的航线为什么是这样子飞呢？因为我们这次是用 ANA 的里程去换，那要去黄刀镇就是必要先去加拿大的城市，所以我们就先飞到温哥华，然后从温哥华要过去黄刀镇呢，我是用联合航空里程换的。那能换到的航线就是在 Edmonton 这个城市转机。羽田到温哥华是直航搭 ANA， 非常的舒服。没有什么电影，但是就是餐好吃，服务速洗 ，everything perfect， 就是没什么电影可以看而已。上去就睡觉，或者自己想办法手机多存一点什么之类的看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顺利的飞，然后抵达了温哥华之后。因为我们抵达温哥华机场，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护照的检查，他们几乎全部自动化。你就自己走过去，自己扫护照，选择你的语言，然后自己扫护照，没有按指纹跟拍照吧，反正全部都是那台机器，大家都自己操作这样子。我们在温哥华只待一晚，所以我们就是住在机场附近的 Holiday Inn。机场旁边就有 shuttle bus 可以搭，因为时差的关系，出发是26号，我们抵达又是26号。然后因为机场附近好像有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， 蛮多人 Boxing Day 当天就是去那边买东西。那附近整个塞车塞到一个不行，平常只要5分钟车程的一个距离，然后我们联络之后，等了最后多久？1个小时我们等了1个小时。所以我都觉得他们的车都比日本的车大好多好多好多。整趟的旅行是打算说，在看完极光之后，还会回来温哥华，那个时候再去市区玩。所以这次就没有选择搭电车去市区，不然1个小时的时间完全可以到市区。真的有 you。对于他们的 Holiday Inn 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想法？就是普通话 Holiday Inn 就长那样，就是 Holiday Inn 啊。你会觉得他们的 Holiday Inn 很大一点？是没错，是蛮大。空间上很大一点，但是有的东西就是这样很简单、很基本。然后床也超大，床是真的蛮大的。不过他们床都超软。如果你腰酸背痛的话，可能就不适合。那个地区其实是离温哥华市区比较远，没有那么多的店家或者是商家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就去附近的一个什么时代坊，一个 mall， 蛮亚洲的啦，我觉得。
亚洲人开的呢，就是不像那种欧美的感觉，就是里面感觉就蛮亚洲。然后我们发现很多就是亚洲餐厅在里面，也有洪师傅，提供香港鸡，还有那个什么圣博店。单价不便宜，但是量爆炸大。对，那个下面的白饭的量至少4碗吧，可以一起 share 也没有关系，我觉得。回到房间之后，凌晨我们就开始时差蛮严重的。晚上2、3点就起来了，然后也没有办法再睡的感觉。现在隔天一大早，我们又回到了机场，准备要转机去 Edmonton 这个地方。在加拿大搭乘他们的国内线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整个感觉跟国际线没有差太多哎。登机前也是每个人都要出示 ID， 那外国人的话就一定是出示护照嘛。瓶瓶罐罐一体是带在随身的话，要另外放在透明夹链袋里面。然后虽然我们是一大早到，但是我们有用到那个加拿大航空的贵宾室，欧美的风格的贵宾室啊。刚好是早餐时间去，所以就是基本上都是以早餐 bagel 啊，水果啊，挖佛啊为主。然后这一段飞2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。那因为转机时间又很长 ，Edmonton 这个地方有一个北美最大的 mall， 我们就打算去那边看看。从机场到市区基本上就是公车，车资没有很贵，但是因为我们是要去那个 shopping mall， 它到市区之后还要再转第2段车，所以搭公车搭多久？我们快1个小时啊，加起来有。应该所有在那一站下车的人都是要去那个 shopping mall 的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人潮走进去。一开始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就是没有一个这么厉害、全美最大的感觉。就是看到一些餐厅啊，一些商家，就跟一般的 shopping mall 感觉差不多。但后来走一走，发现不对。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进去店里面逛，我们真的就只是在外面这样子绕啊走，我们就走了1个多小时。它里面还有电影院、水上乐园、溜冰场，很多东西。我们行李其实只有带1卡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地方放就是 shopping 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路上都不能买东西。即使看到很便宜的鞋子啊、很便宜的衣服啊，都忍耐不能买。在美食街里面吃东西，对吧？然后吃一吃，差不多后我就又回到机场这样。
到机场之后，终于要准备去黄刀镇了。然后因为飞机是小飞机，所以大件行李啊，能托运的最好是托运。那上面的那个置物箱超小的，就是不大能放。这个时候我们终于要抵达黄刀镇。我们有参加当地的团，他不会就是时时刻刻跟着我们，但是他大概会帮我们做几件事情。第一个是从机场到饭店的来回接送，然后第二个是在黄刀镇当地需要的冬装，平常真的大家不会有的这种御寒的服装、冬装，他们会帮我们准备。然后我们这次选择住在黄刀镇，比较靠近机场的什么新城 New Town， 然后里面的一个比较一般的饭店，所以第一集就先到这里，之后看看我们可不可以顺利追到极光咯。